就是11年前的今天，5月13号啊，我离开中国，和家人离开中国，然后呢，到了美国，到了美国还是5月13号。那个来中国之前呢，因为我不是来美国之前呢，因为我们要带好几个大箱子，坐一辆车坐不下来，所以我在前一天晚上到了当时我那个狱友的那个家里。那个狱友呢，也是一个前法轮功学员，但是他那个出狱以后他就不练法轮功了。当时我还觉得挺可惜。然后第二天一早呢，我从那个朋友家里起身，然后当时我太太呢，和儿子呢就从他们自己那个住的家起身，然后往那个首都机场走，然后到了首都机场过关，我们带了好像4个大箱子，然后坐了18个小时的飞机，到了那个芝加哥奥黑尔机场，那只是一个中转站，但是呢，那个到了奥黑尔机场呢，我被那个机场那海关的人叫进小黑屋里，问了半天，问我到底来美国干什么？因为我带了几个大箱子嘛，里边那可能菜刀都带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来美国呀，准备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没有打算那个什么，那个没有事先计划好什么时候回去。他就看到我只买了单程机票。然后呢，那个他们最后还是把我放出去了吧？把我放出去了以后，我就算进入美国了。然后呢，我们又从那个奥黑尔机场呢，那个转机到那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下了拉瓜迪亚机场呢，那个我以前的那个太太的那个同学，既是高中同学又是大学同学的那个先生，就在那个机场接我们。哎呀，这些事我记得好清楚。举了一个打印纸打出来的牌子，可能几张打印纸那个打印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被他骑上车，然后呢，就是那个行李也比较多，就去那个我太太他们家了，他那同学他们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那一天正好是5月13号，这5月13号呢，也是我师父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自称的这个生日。那么就像我自称是大法弟子一样，肯定都是真的了哈，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然后呢，到了纽约呢，过了5天，是5月1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我师父在纽约讲法，然后呢，我呢，那个我太太的那个同学呀，那个我以前的太太的那个同学呢，他是法轮功的一个高层人物，也是清华毕业的，实际上是。然后呢，那个就给我们弄了法会票。一般来说呢，就是刚从那个大陆出来的这些人，在法轮功群体里都是贱民，你都有特务嫌疑。这是从我师父宇宙主佛李洪志那直接下来的这种歧视标准。那既然是主佛的标准嘛，那我们作为弟子，那一定要遵守。但是毕竟呢，还有一点人情在。既是清华同学，又是中学同学，实际上是。然后就给我们弄了几张票。然后当然我们也特别高兴，觉得就在国内。因为这个就是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事情说出来嘛，做了这么长时间监狱，来这儿终于看到这个自己人了哈。当时我们还没有特别体会到这种歧视呢，那个后来才逐渐知道。结果呢，我们在那个法会上又见到以前的那个同学和朋友，因为那个清华的同学有不少。从那时候到现在呢，一晃呢都是11年过去了。那么11年后的今天是什么样子呢？前2天啊，就是有一个人突然从那个网上啊给我发来那个脸书的交友邀请，然后我一看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和他之间呢只有一个共同朋友，然后呢我和那个共同朋友之间联系也非常少，那个说的话都是有限的。我呢就给那个我们之间的共同朋友发了个信息，把这个人的链接呀给他了，就说那个你认识这个人吗？中间这个共同朋友说呢，说这个是他的朋友，说他呢现在有些问题要问你，他说希望没有打搅到你，如果你真的觉得打搅到你不理也行。他说但是他相信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呢，会给那个人以这个比较中肯的这个回答。后来呢，我说没关系，我说我就以为他是那个假账号呢，我说只要不是这个假账号啊就可以。然后呢，然后呢，那个我就和那个人联系上了。
那个人呢是一个在美国持有绿卡的人，他呢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他就来问我呢是这个什么时候从军比较合适，因为他想尽快入籍。后来呢我就跟他那个谈了这个军队和那个他上学之间的关系，是预备役比较好啊，还是现役比较好啊？在军队里你找什么样的对口工作？以如何方式去找到对口的工作啊，等等的，谈了一段时间。对了，他那个最开始给我发的信息说，那个他愿意为他的这个提问啊，给我一些钱。后来呢，我也没太想到这个钱的事儿，我就觉得假如我能帮助，我就帮忙吧。然后呢，那个跟他谈完了我所知道的情况之后呢，还有余下的一些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呢，我需要问一下我儿子。然后呢，我说事后呢，我再给你一些回答。结果呢，他呢就是结束了这谈话以后，我发现他给了我100块钱，我还挺高兴。在谈话中，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他呀，就是从小生活在一个有家暴的这么一个家庭，长到现在这个岁数呢，虽然已经这个成年了嘛，但是从来都没有人那个在他的人生中扮演一个就是父亲的这么一个角色。他说呢，那个我的这些这个节目啊，就是起到了这种作用，就是在人生中谈一些人生经历啊、体会什么的。他说他看我的节目已经看了3年多了，我心里还挺感动的。我想这些就是这些从未谋面的人哈，那个可能我帮到的也不少，我也挺高兴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玉超，那个我就是不太好意思跟你那个联系，他说怕你看不上我。后来我就说，我跟你说的下边的话，就说我跟我儿子曾经说的话，我说我是把你当成人生中的这个同行者。我说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呢，那个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没有什么可比性。我说从你和我的交谈中，我就发现你比较愿意和别人相比较，对吧？因为你比如说你说和我打交道，你觉得好像是我可能会看不上你，或者你不如我就可能不是那个很爱搭理你吧，他是这么预期的。我说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并不存在。我说因为你之所以这么说，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之间有所比较。我说实际上，我说人和人之间很难比较。我说那个，比如说你挣了很多钱，你挣了1000万美元，那现在呢，你这个1000万美元和我此前经历的那个，比如说十年的这个牢狱之灾，然后从中呢有一些领会，然后分享出来，能帮助一些人，这完全2种不同的人生，就没法比较。我跟他说，所以呢，我说我比较看重人和人的相遇，我也希望就是在这个人生路上遇上这个同行者，这是我比较看重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并不是因为来自于比较，那就是因为冲突了，是吧？当然这个也是我需要就是努力变得更好的一方面，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来自于比较啊。然后我就跟他谈了谈这个想法，然后呢，我呢就是跟他谈完了以后呢，因为不是我们2个之间有个共同朋友嘛，是吧？我也是好久没看那个共同朋友的那个脸书了，结果一看他的脸书，他那脸书上有个帖子，大意吧，就是说这个在人生中遇到了这个困难啊，你或者遇到冲突，你不能只是去忍，你不要让那个怨恨过夜，不然的话对自己身体不太好。但大意是这个啊。哎呀，后来我就已经意识到发生什么了，因为我此前跟他简单聊过，就这个人他的先生啊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他自己呢一定程度上认同法轮功的道理，他自称是半个法轮功修炼者。我说这还有半个和不半个的吗？你看像我这样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自称是大法真修弟子，我师父是宇宙主佛李洪志。像什么那个张扁康啊，就是张天亮，反正全是假名的，我就管他张扁康吧。张扁康啊、文昭他们的都不敢承认这个师傅是他们自己的师傅，这个实际上有巨大差别的。所以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半个不半个那个大法弟子。你说你是半个，你就根本就不是，是吧？因为他那个藏着掖着不敢说的都不是，那别说你明着说自己是半个的了，那你肯定就不是。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和你先生之间有那什么了，有这个意见分歧了？
后来呢，他看我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说呀，他说那个反正有一些意见分歧吧，但是呢，他也觉得可能是自己看得太重了，所以呢，就是也看开了，告诉我。然后呢，我就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说实际上在法轮功，你现在整个面临的情况啊，就是这个灵性实践上的这个腐败。我说从师傅往下，整个都是这个灵性实践上的腐败，而这个灵性实践上的腐败直接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带来你对身边人的这个操纵、利用和剥削。我说在师傅那儿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师傅和老伴儿，我们称之为师母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呢，这俩人呢，一唱一和的去这个从心灵上啊，那个操纵和奴役那些视他们为神的那些未成年人，然后呢，从他们身上赚取大量的这个不义之财，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嘛，所以给他们施加未成年人不应该有的这种这个威胁啊、精神压力啊、身体管控啊，然后这个让他们从事和未成年人身份不符的这个劳务啊，这等等吧。反正我觉得这是一种剥削，实际上是。所以呢，就是我说，实际上你要是看到每一个这个法轮功的这些认同明慧网的那个实践者的那些修炼人，自称修炼人的人，他们实际上在人生中都是在利用、操纵和剥削那些因为这个血缘关系或者因为这个婚姻关系啊无法离开他们的人。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操纵。比如我发了正念，我就儿子就能上了重点高中，或者是我儿媳妇就能生儿子。这个我以前做过节目，就是那个明慧网所推崇的实践，就是发了正念以后，当党官生儿子。然后呢，正见网的实践呢，就是弄一个2丈多长的那个红布，上面写上黄字“法轮大法好”，好几亩地鸟就不来吃谷子了。这是赤裸裸的这个操纵。我认为这个在神学意义上，这是一种操纵，对神也是操纵。然后呢，我试图用这一种超现实的这个东西换来现实的利益，这个就是我认为定义，这就是巫术的定义。巫术的定义就是你使用超能力获得现世利益。我个人啊，这是我的定义，也许我的定义是不对的，但是在下边呢，我就使用这个定义来阐述我所理解的这个巫术。所以呢，就是说从师傅那块往下，整个都是这种操控、利用和剥削那些无论以任何方式去依附于他们的人。我说这个就是现在法轮功修炼的这个所谓的修炼实践的这个本质所在。然后呢，他呢就是说意思是事情可能还不是这么严重啊什么的。后来我说不是的，我说管汤圆叫汤圆，管煤球叫煤球，是面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的勇气。我说我们应该管剥削就叫剥削，管操控就叫操控。我跟他这么讲。后来他就问我说，你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男性和女性在情感上的这个巨大差异？他问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练法轮功的这些人，在他看来是女性居多。那么这些女性呢，一旦是认准了某一个人以后呢，那么他们就无脑的去支持这个人。就这个现象啊，神韵演员也跟我提到过，他们说呢，说我师父这个慈悲伟大的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挑选这个神韵的团长全挑选女的。为什么全挑选女的呢？倒不是，是不是因为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性啊，至少是宇宙主佛李洪志身边挑出来的这些女性啊，她们只忠于宇宙主佛，然后呢，就一旦有这种情感投入了以后呢，什么是非呀、什么对错呀、逻辑呀，一概不管，我就是宇宙主佛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呢，就是神韵演员指出的这个现象，和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位就是中间人他跟我说的这个话几乎是一样的话，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不认识，所以我中间我和
向我来咨询的那个朋友共同的那个朋友呢，中间人他就说，于超，你注意到没注意到这个男性和女性在情感反应上的巨大差异？意思是男性还比较理智，而女性一旦那个投入了情感以后，那个就是非常的那个以情感为导向。后来我说现在我们所目击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灵性匮乏的处境下去识人的这么一个场景。我说就这个那个话题啊，我以前做过好多节目，其中有一期系列节目呢，就是5期的青春期叛逆，就是饥荒年间食子啊，吃孩子，并不是说只发生在那个物理的饥荒，没有欠收了，然后发生饥荒吃孩子。当你在灵性的匮乏上面，做父母的呢，就开始要操纵他自己的这个孩子，因为这孩子在还年纪小嘛，在各方面都依赖自己，我就从灵性上操控你，然后剥削你，用你的生命来弥补我的匮乏，我人生的匮乏。比如说我师父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喜欢唱歌，喜欢写几句这个诗，这个是把一些字给分成段吧，我师父称之为诗。然后呢，像那个神演员去巡演的时候，我师父总是坐在大客车那个最前边，拿着喇叭，那个一会儿给孩子们唱歌，一会儿呢又是那个读几句这个诗。但是那些神演员一次演出就2个多小时，非常非常疲劳的，城市和城市之间也是2个小时，他们只想睡一会儿觉，但是他们实在忍受那个不了。这个师傅就是在那儿持续不停的以这种非常聒噪的这个方式哈，去那个念这个他被他称为诗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我不太忍心说，但是神演员的原话就是说，我实在忍受不了李洪志的狗叫了，这个几乎是原话。但是呢，我听了心里还是挺心痛的，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弄到这份上，那个真是那什么，真是那个挺让人难过的。我都觉得，他说我实在忍受不了李洪志的那个狗吠了，应该是。然后呢，就是说我师父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可能喜欢搞点文学创作呀什么的，所以在他现在能掌控这些孩子的情况下呢，他就让他们必须得听自己的这个诗，尽管大家都非常非常累了。而这个车呢，有的时候跑长途难免和别的车有这种剐蹭嘛，对不对？结果剐蹭出现事故就会停下来呢，警察就会来。但这时候师傅总是挪动这个非常胖大的一个身体啊，我师傅的肚子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和我师傅喜欢吃烤肉啊，然后喜欢吃白饭，我师傅喜欢吃那个白饭的香味儿，而白饭呢，因为这个碳水化合物里边含糖比较高，糖呢会转化成这个脂肪，然后储存在这个内脏的这个脂肪细胞里，逐渐你的肚子会变得非常大。这个呢是人体新陈代谢还有这个新陈代谢系统的一些操作吧。然后呢，师傅就会挪动胖大的这个身体呢，尽可能快速的从那个大客车的最前端沿着过道一路跑到就是比较阴暗的那个最后边，然后并且要求所有的小演员都往前看，因为我师傅呢不愿意和那个美国警察打交道。我师傅呢，他所周围的这些人呐，都得是把他当成神，都得言听计从。说于超是特务就是特务，说肖明是扶植特务，长期扶植中共特务，就是我呀，他就长期扶植中共特务。张尔平上来就得传达，你知道吗？你像这个警察要是以比较平等的态度去和他谈话，或者是一种查问的态度和宇宙主佛谈话，我觉得这会给我师父宇宙主佛的整个的心理的这个世界造成这个垮塌式的一种刺激。所以我为了我师父就当着10几岁小孩的面，就是挪动胖大的身体，快速跑过大客车中间的窄的过道，然后跑到后边，并且要求这些小孩都往前看。这个给那些小孩也很多疑惑，就说这个宇宙主佛为什么不敢见警察呢？当然他们这些小孩嘛都是非常相信师父的，就用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补充很多就是剧情吧，反正说服自己宇宙主佛为什么不敢见警察。我觉得宇宙主佛不敢见警察，就跟宇宙主佛不敢提我名字一样。你看他这宇宙主佛就提到我这个
真修弟子的时候，始终都是叫那个人，很少说叫于超，很少就叫，因为说出这两个名字对他来说都是痛苦，我都觉得。所以呢，就是说，就是我这个人也有个特点，我不能说这是好特点，其实我也挺内疚的。我这个人真的不能逆着毛捋。你，如果你是主佛的话，你早该知道；如果你不是主佛，而你自称主佛的话，你活该就被我这么对待。我都觉得，当然，也许以后我变得更慈悲一些，我会好哈。那个，我说哪儿去了？我这个说话真的喜欢乱扯，对不起啊，我先弄点水。我一旦开始乱扯，我就渴了。我喜欢喝这泡泡水，喝完泡泡水以后，有一种二氧化碳气泡在那个嘴里爆炸的感觉。我就跟这个中间人讲，我说我们现在目击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目击的呀，就是灵魂上的食人。我说，你说食人这件事儿，吃人这件事儿啊，是因为性别呢，还是因为匮乏呢？他就跟我讲，是因为匮乏，还有那个食人者对于被吃的人那种优势。我说，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说，我之所以给你发这个信息，其实我们俩很少聊天，几乎没聊过一次，很少聊天。但是我既然已经人生走到现在这样了，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见了这么多事儿，我觉得我能看到的这个事儿，我愿意提供一些那个见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已经被你先生啊吃了好多年了。我说现在如果你再不去正视这件事儿，我说你的孩子都会被他吃。这就是我跟他说的话，这就是我看到的现实。后来他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不客气。我说呢，反正我看到了，我就说几句。其实这些让我很伤感。11年前，我和家人来到这儿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是现在这副样子。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人生怎么着算成功啊？我这人生成功不成功，我不知道。我说现在到了现在，我是要房没房，然后也是干活手停嘴停，然后也离婚了，然后还被马萨诸塞州给起诉着，4项刑事重罪加1项刑事轻罪，然后和那个宇宙主佛那边又打着一场这种至少是口舌官司吧。宇宙主佛手下那个律师，那什么拉纳汗，我知道那拉纳汗正在目不转睛的盯着我这个视频，估计看看能不能找出只言片语再告我一把，我估计是吧，拉纳？我知道你，我还知道你长什么样。你盯着我，我也在盯着你，你盯着深渊，咱们俩互为深渊，我觉得拉纳。拉纳，你是不是就是像那个他们说的那种？一旦情感上投入以后，就完全就是不讲良心，这种昧着良心干所有这事儿的那种人。如果你是的话，其实你还有机会，你可以不替宇宙主佛干这种脏活，我觉得。然后呢，最近我看我用小号啊观察那些那个大法弟子们他们的言行。有一个人呢，他就开始批评说，这个干净世界啊，开始搬那个 CCTV 的那个视频了。这干净世界从头到尾啊，他盗版了很多别人的东西，就根本不征求别人的同意，然后又把别人的这个节目直接拿到自己的这干净世界平台上去盈利去了。这事儿在台湾引起了不少人的这个指责吧，可能有人还告他们了，没准儿。
然后他们现在把 CCTV 的节目都往上搬了。此前搬台湾那些节目呢，有的人就是认为师傅还能主持正义嘛，就告到山上去了。师傅那批语是什么呢？说这是个人行为，然后不要这个大做文章，大意是后是不是不要大做文章？这个可能我转述的可能和原文不太一样，但是说这是个人行为，这是和原文一样。意思就是说我就不认，我也推卸责任，反正这个跟我们宇宙主佛没关系，就是个人行为，而且你也少闭嘴，那个少多管闲事为妙，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然后那个反映意见的人也就吃了瘪了，没人像我这样，你敢这么对我说，我一脚连你的桌子都踢翻了，你知道吗？所以就从宇宙主佛对我的这个判断上来讲，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都觉得。他对我对宇宙主佛说的话和我当时那共产党警察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说我于超这样的人只能辅不能搅，不幸的是宇宙主佛开始搅我，你看咱俩谁搅了谁。说哪儿去了？就是说我看那些那个现在的大法弟子他们都在谈什么。那么有一个人就开始说了，说这个这个干净世界搬那个 CCTV 的，他说干净世界把那个肖明都给拿下去了，但是你却搬 CCTV 的，那你这干净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人对不起那些国内还在受迫害的那些弟子，而且我不把你们看成那个和国内受迫害弟子那样的一群人。后来我一看，他说这话还是遮遮掩掩的，你知道吗？还不敢直说，遮遮掩掩的说干净世界还打俩叉世界。我一看，我说你现在说这话不是和2019年我做那个就是法轮功媒体捧习的观察与思考，2019年11月份我做了一期节目，就是法轮功媒体捧习的观察与思考。当时大家都觉得，哎，于超简直是如此这个批逆鳞呐！怎么敢这么说呀？那不是和那个大法这样过不去，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了吗？在那个节目里，我说国内的那些受罪的大法弟子和国外这些拿着这个迫害去到处说事儿的这群人是两拨人，不是一拨人。我在那时候这是4年半以前吧，这是4年半以前我说的话，现在你这儿还遮遮掩掩的说，所以从头到尾我就想问问这些大法弟子，我于超到底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啊，我到底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当时我刚刚说这些事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于超这态度不好，于超太爱吵架了，于超这个，于超那个。”你现在再看一看，当时我说的那些话，是不是非常客气啊？是不是很有士大夫的风骨啊？其实我是个很有士大夫风骨的人，真的，我是个风花雪月的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一帮懦夫和痞子，你知道吗？然后呢，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说话在当时当地，在他们的耳朵里听来啊，就惊吓的不行了。你之所以当年那么惊吓，就是因为你的良知被遮蔽了。你但凡还有点良知，你就应该知道我于超说的是对的。然后现在我们法轮功里边这帮人都分成什么人了呢？就一帮人还在那死挺这个宇宙主佛，当然可能还包括那个刚才我说那个律师拉纳汗嘛，对不对？还包括那个网上的一些人啊，你不能这个说什么破坏大法的事儿，就是破坏大法什么这那的。然后我看那加州的几个那个同修，有一个起日本名字那个一个女同修叫爱丽丝吧，当时她也是说我疯了，说我疯了，然后把我给拉黑了。那女的她说什么那个扁康丸在中国那些人被抓了，他意识到啊，这不太对头了。我说你早干嘛去了？我心说，当然了，就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你早点那个弃暗投明，也算是你有让你就被遮蔽的良知早点那个重见天日吧。那么就是这些人，有的人正在逐渐觉得这个不太对头，有的人呢还在那儿就是无脑的去挺法轮功的种种的这些事儿。说大家不都这么搬吗？他们叫搬，其实就是盗版。就说等人家来反映情况，咱们再撤不就完了吗？我就说你是法轮功，你还是流氓骗子呀？我就心说。然后呢，有的人呢，他们就说了，说这个师傅都不知道
把萧明赶出去啊，是那个下边人干的，说他们就不说把于超赶出去是谁干的，把于超赶出去是主佛干的吧？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于超说的那话直接和大法作对了。你这个所谓的大法直接和整个世界的公序良俗作对了，你知不知道？假如你还承认真善忍有这么回事的话，你们现在所谓直接和真善忍和这法轮功作对了，宇宙主佛直接背叛了这个真善忍，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一批人呢，说什么呢？说这个，你看啊，一个是这个无脑挺的，一个呢是那个就是说，哎，师傅不知道，都是下边人干的。那谁假传圣旨，我非得听师傅自己亲自说什么？师傅怎么可能让你亲自说呢？黑社会头目的一个重要的那个什么那个特征，就是他不为自己的这个下的坏的那个命令负责。那么有人又说了，说这个山上的那个师傅啊早死了，在2003年的时候就死了，后来全是替身。这不跟这个小明、朱妹他们说什么那个什么当时拜登啊什么那些高官全是替身一样吗？你这个现实你无法解读了，你就必须让现实中的人在你的思维中死，然后才能解读这整个现实。他们说是替身，然后找了一张那个师傅和师母那个合照的照片，只有一张照片啊，只有一张照片，然后而且那张照片没有那个小腿以下，然后他们就根据师傅的身高是多高，从那张照片就计量出了那张照片上师母是多高。但是你并不知道师母是不是踩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了，他们就说师母是1.7米，你知道吗？从那个照片他量出来是1.7米，但是现在山上的人都说了，说见到那个师母是1.6米，那不但师傅死了，师母也死了，所以他们全是替身，说那个全是替身。我说你怎么就不说我于超死了？于超是替身的，本来于超是完全忠于宇宙主佛的，当然现在我还是忠于宇宙主佛的啊。我现在之所以做这些事儿，就是因为忠于宇宙主佛才做的。所以呢，就是说那个他们说师傅呢，那个和师母全死了，然后所以山上都是替身，这就是替身派。然后那个替身派呢，那个替身派呢，那个跟我说完替身的事儿以后，马上就是喜滋滋的开始说起来，说大角星啊，大角。就是两个大角，那可能某个星云里边的某颗星啊，有能通灵，就是有能和大角星通灵的人说了，说这个那个地球上啊，那些人80亿马上就要死到35亿了。就是于超，你别担心，你这案子也没事儿。那个过了年呢，就是那谁，川普就能那个当美国总统了。当美国总统以后呢，那个法官和现在起诉你的检察官呢，都会下监狱。不但如此呢，那个能够和大角星人通灵的那个人呢，已经听大角星人说了，说地球上面现在有那个什么那个低频的这种震动，这种低频震动之下呢，很多就是弱的人、恶的人、坏的人都会死。我说你这不是又另外一版本的那个世界末日？就跟我师父宇宙主佛李洪志从2020年就开始说什么就大事就要发生，一直说到2023年，说所有的这些什么大媒体都会倒，就是我们干净世界了，用这种那个根本靠不住的预言，一次又一次的驱动那些包括清华大学毕业生在内的那些那个低薪劳力们给他挣那个钱，你知道吗？你现在宇宙主佛靠不住，你又弄个大角星的通灵跟这儿说，然后说于超你别担心，他说那些人都死了以后，你的住房问题也解决了，那房子多的是。我心说你知不知道现在马萨诸塞州有4个刑事起诉，那个针对我呢？我心说。那他那喜滋滋就开始说起那什么，就是大角星人通灵的事儿了。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呐，一旦是就是人的这个丧良心呐，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而他丧良心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最高、最正、最对的，你知道吗？你看于超，我多替你考虑，我都替你想到以后你住房的问题了。哎，这就是法轮功现在的现状，真正。还按照真善忍做的人还有几个呢？我真不知道，没准我于超算一个，没准我于超真的算一个。那个，所以呢，这就是我11年之后啊，在那个这么一个特殊的纪念日吧，5月13号，也是我来美国登陆美国的这个11年，一些想到的一些想法，说的也都是比较散乱，但是呢，懂的人我看也都懂了。那个来吧，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法轮功的修炼实践到现在，如果你说他还有哪些人成功，那么
那些尚有良知的人，你应该知道，整个的这个修炼实践已经变成了修炼，就是灵性层面的这种操控、剥削、利用，甚至是食人了。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主题。那个，我这留着胡子怎么样？有没有民国范儿？有没有让我觉得非常那个潇洒脱俗的那种感觉？现在因为比较短，还比较乱，我呢打算留的再长一点，然后留着胡子出庭。我现在胡子中花白的东西花白的这胡子挺多的了，但我也无所谓，都52了，我也不打算装年轻了。看大家还有什么想留言的没有？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交流的机会。法轮功游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游行的。那我今天的节目先谈到这儿，那个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